经历了散血救心丹的神奇之后，霍华德明白了奇货可居的道理。有些时候，饶是你再有钱，有些东西你也是买不到的。散血救心丹是这样，英伟达的显卡其实也是一样。不过，他对英伟达和扎克的表现整体还算满意。虽然两人都有些为难，也有些不舍，但终究还是给了自己想要的结果。4万张显卡是挡在自己和半颗丹药的最高山，解决了这些，微软的数据中心就根本不在话下。于是，霍华德乘胜追击，又一个电话打给了微软的创始人之一。资本圈与黑手党有着同样森严的等级制度，不过黑手党很难选得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顶级教父，但资本圈可以。整个欧美资本圈唯一的教父就是霍华德。这里的每一家上市企业，罗斯柴尔德都通过各种方式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那些闻名遐迩的银行、顶级风投资本就更不用说了。所以，霍华德对美国任何一家企业都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电话响了2声之后接通，电话那边，一个中老年的声音传来：“罗斯柴尔德先生，距离您上次给我打电话，已经过去至少10年了吧？”霍华德微笑道：“比尔，你最近怎么样？”电话那头的比尔讪笑一声：“还不错，你知道的。退休了吗？就是到处游玩，花钱，演讲，随便做做慈善。”“很好。”霍华德笑着说道，“如果你一边做坏事一边做好事，正负相抵，上帝也会原谅你的，你说是不是？”比尔知道对方在调侃自己，也只能笑呵呵地说道：“慈善吗？是不求回报的。”说罢，比尔的语气也逐渐轻松起来，笑着说道：“如果上帝真要算一算我的功与过，恐怕需要一支强大的审计团队才能算得清楚。”说到这里，比尔好奇地问道：“罗斯柴尔德先生，您今天打电话给我，总不会只是为了调侃我2句吧？”霍华德笑道：“很多年前人家就说，你低头捡$100的时候会损失$1000，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时间宝贵，尤其是我们这种7老80的人，时间就更是宝贵了。”说着，霍华德的声音变得严肃，开口道：“比尔，有件事情我需要你帮一个小忙。”比尔不假思索地说道：“您说吧，我们之间的关系不用多说，能帮的我一定帮。”霍华德道：“我听说微软在北欧有一个数据中心，我想把它买下来。”“买它？”比尔微微一怔，旋即说道：“罗斯柴尔德先生，如果微软的云服务是一架波音747，那北欧的数据中心就是这架7474台引擎中的一个。航空公司不可能把一架正在运营的飞机其中的一台发动机拆下来卖掉啊！一旦卖掉，半个欧洲的云服务都会瘫痪，其他几个数据中心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承载这么大的需求。我们在设计上没有留这么大的冗余。”“不可能。”霍华德淡淡道，“波音747在50多年前首飞的时候，我就是受邀嘉宾之一，那时候你才不过10几岁，不可能比我更了解波音747。即便是双发飞机都能确保一台引擎失效的时候，另一台引擎能确保飞机继续飞行180分钟。对波音747这种4发飞机来说，失去一台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你们的数据系统难道没留下设计冗余吗？”比尔连忙道：“罗斯柴尔德先生，这件事不是这么看的。现在的云处理需求非常大，云上数据的存储需求也大得惊人。我们留下的冗余，还要为数据处理的高峰期留些余量。如果把北欧那个数据中心抽出来，半个欧洲的用户都会受到影响。”霍华德微微一顿，语重心长地说道：“比尔，我认识你母亲很早了，早到她还在 IBM 工作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熟悉。我也算是一路看着你成长到今天，你不要忘了，这中间我给过你多少帮助，包括你身陷囫囵的时候，也是我让人帮了你。现在我这个老人家需要你帮助，你一会这个问题，一会那个麻烦，不太合适吧？”比尔沉默片刻，无奈道：“好吧，罗斯柴尔德先生，给我一点时间，我让人准备做数据迁徙。迁徙完成后，这个数据中心就是您的了。”霍华德这才满意，
微笑道：比尔，上帝保佑你，所以我也一样。比尔无奈地说道：谢谢您的祝福，罗斯柴尔德先生。霍华德笑道：晚上7点钟来罗斯柴尔德庄园一趟吧，我请你吃顿饭。比尔不假思索地说道：好的，罗斯柴尔德先生，我一定准时赴约。几分钟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家族会议室内，一众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已经尽数到齐，10余米长的会议桌两侧位子座无虚席，只剩下首位族长的专属座位此刻还空着。在两侧座位后面还围了2圈临时加上的小板凳，因为所有旁系家族的掌舵者也都悉数到场。此时会议室内人声鼎沸，会议桌旁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直系成员一个个都兴高采烈地聊得热闹，只有史蒂夫和他儿子有些消沉，而后面那些旁系家族代表则都在低声交头接耳。他们不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过去2天发生的事情，不知道老爷子把他们都召集过来到底有什么用意。这些旁系家族里大部分是外姓人，但也有些是姓罗斯柴尔德的。不过所有姓罗斯柴尔德的旁系家族基本都是霍华德的兄弟或者堂兄弟，而那些外姓人大多是娶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性，然后向罗斯柴尔德效忠的外姓人。对这些旁系家族来说，他们过去几乎没有机会能够来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庄园参加霍华德组织的高端会议。毕竟霍华德是家族的族长，他平时几乎不与这些旁系家族有任何直接联系。旁系家族平时对接的都是一些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职业经理人，就连史蒂夫也不是他们想见就能见的。今日忽然来这里召开会议，所有旁系家族的成员心里都在揣测，霍华德今日是不是准备将族长之位传给大儿子。可是让他们八卦之心爆棚的是，大儿子史蒂夫似乎是全场唯二不开心的人，另一个是他大儿子罗伊斯。按理说，如果他今天要继任族长之位，这里最开心或者唯二开心的应该就是他俩了。所以看这个架势，今天的会议对史蒂夫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好事。难道是换继承人了？正因为揣摩不透，一堆旁系家族凑在一起，纷纷交头接耳，谁的嘴都闲不住。这样的场面让史蒂夫如坐针毡，毕竟也是要脸的人，总是被人偷看，又被人私下讨论，让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中世纪待嫁而孤的少女，羞臊难耐。就在现场人声鼎沸的时候，会议室的大门忽然被人推开，推门的管家立刻撤向一边，紧接着春风得意的霍华德·罗斯柴尔德便迈着健硕的步伐走了进来。众人一见他，便立刻停止了喧哗与交头接耳，然后目不转睛地看向他，向他行注目礼。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发现霍华德·罗斯柴尔德的心情格外的好。这种心情格外的好，就像是18岁少年在结束了毕业舞会，又顺利与舞伴春宵一夜之后，第2天早晨走出卧室时的那种状态。按理说，霍华德这么大年纪了，而且钱多得花不完，这世界上什么都吃过、见过、玩过、弄过，更何况老狐狸了，早就知道什么叫喜怒不形于色。这种走着路都能咧嘴笑的状态，实在是让人捉摸不透。就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直系成员也都有些纳闷，他们也不知道老爷子昨天已经高兴一波了，今天怎么还这么兴奋，看起来好像比昨天还兴奋。这是又有什么好事发生了？史蒂夫见老爷子笑脸如花的样子，心里更是慌得没底，心中暗忖，该不会是老爷子又得到什么突破了吧，不然怎么会这么兴奋？而此时的霍华德心里已经激动不已，显卡搞定了，数据中心也搞定了，剩下的就是 AI 模型的数据迁徙，以及到北欧之后的本地部署了。由于数据迁徙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外力帮助，所以对霍华德来说，眼下算得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进来之前已经跟 AI 团队的负责人沟通过，随着4万张显卡即将到位，微软的数据中心即将腾出，1个月内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从一开始的几乎为0
一下跃升到了几乎100%，这也预示着他与那半颗丹药的距离只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